他是香港卧底之王，从警不到10年就做了4次卧底，警方卧底、黑帮卧底、双面卧底，对他来说都是家常便饭。在他手上的黑帮老大大毒枭更是数不胜数，他是大学教授，更是洗脑专家。其所提出的那套以暴制暴、伸张正义的理论，连香港警务处长金三角毒王都佩服得五体投地，心甘情愿地成为他的马前卒。那么当这2个人发生碰撞，又会有怎样的结果呢？故事的开始源于一场毒品交易，警方在调查一宗国际贩毒案时，发现警队中有黑警包庇。就在这时呢，毒品调查科的高级督察大切突然站出来，一个人扛下了所有的罪名。警方怀疑这背后另有隐情，于是保安局副局长李 Sir 便派拉芬哥到狱中卧底，调查背后的原因。可巧合的是，拉芬哥刚入狱不久，犯罪心理学教授霍天任就被女友举报制毒藏毒，被判处了16年监禁，并且还住在了拉芬哥隔壁。显然他是故意接近拉芬哥，不过这些情况拉芬哥并不知道，但霍天任还是引起了他的注意。晚饭时呢，一个满身伤疤、身材壮硕的犯人突然走到霍天任身旁，说他占了自己的位置。霍天任赶紧加快吃饭的速度，并向他道歉。谁知那人竟不依不饶，说自己是连环杀人犯，还吃过人肉。谁知霍天任听后突然咬住犯人的手臂，犯人立刻惨叫了起来。其实霍天任并没有咬下去，之后他又精准无误地说出了犯人的家庭状况。犯人在单亲家庭长大，经常呢被继父虐待，身上的伤疤就是证据。因为担心被人看不起，所以把自己伪装成脾气暴躁的样子，但其实呢心里胆小怕事，他也根本不是连环杀人犯。霍天任接触过很多杀人魔，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痛觉很敏感，并且呢十分享受疼痛。霍天任的火眼金睛也引起了拉芬哥的注意，不过他执行的是秘密任务，所以拉芬哥还是决定先独自调查。他试探性的询问大切为什么要替人顶罪，结果大切一听便一言不发的离开。岂料在后退时踩到了其他犯人的衣服，犯人对他大打出手。拉芬哥为了接近他，奋不顾身为他出头，岂料大切突然出手，用毛巾从背后死死勒住了他。打斗声惊动了狱警，霍天任也闻声赶来。不过呢，他并没有劝阻大切，反而让大切用力将拉芬哥勒死。结果就在最后一刻，大切的精神突然崩溃，狱警们赶紧将大切制服。经此一事呢，霍天任成功引起了拉芬哥的注意。但之后呢，拉芬哥又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儿，在监狱的会见日，拉芬哥刚和卡门交换完情报，就发现霍天任正在和女友可可含情脉脉，这引起了拉芬哥的怀疑，他不是被可可举报入狱的吗？于是便再次吻上玻璃，委托卡门调查。调查很快便有了结果，可可是一名大律师，但其实她并不是霍天任的女朋友，而是他的病人。拉芬哥越发觉得霍天任并不简单，于是便开始刻意和他接触。不过呢，就在2人球场交谈时，一辆囚车突然驶来，车上坐着大切，原来他已经被诊断为精神病，并且服用了药物。为了确保犯人的人身安全，狱警劝众人尽量减少和他的接触。不过拉芬哥当然不可能就这样放弃，他再次接近大切。这次呢，他并没有绕弯子，而是直接表明了自己的身份，然后将警队高层的名字逐一说了出来。结果在说到卓 Sir 时，发现大切的神情有明显的不对，拉芬哥断定那场毒品交易一定和卓 Sir 有关。但他还是觉得难以置信，因为卓 Sir 下个月就要升任警务处长，又怎么会沾染这种生意呢？不过到了晚上，拉芬哥发现霍天任也找上了大切，并且在霍天任低语几句之后，大切竟直接当众把自己的肾给挖了出来，嘴里一直说着救救我的儿子。看着这血淋淋的一幕，拉芬哥终于知道大切替人顶罪的目的，原来大切的儿子得了重病，需要做肾脏移植手术，贩毒集团的人一定是以此作为要挟，威逼大切顶了罪。可霍天任到底和他说了什么，竟能让他当众把肾脏挖了出来？回到牢房后呢，拉芬哥便质问霍天任究竟和大切说了什么，结果霍天任竟神神秘秘的说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还说自己和拉芬哥做的是一样的事儿。之后又告诉拉芬哥自己过2天就要出狱，到时候2人再谈。还没等拉芬哥明白这句话的含义，霍天任就已经出狱。法庭上，可可当庭翻供，说他之前做的是伪证，至于那些毒品都是他实验室中的产物，并不是非法所得。而他之所以要诬陷霍天任，也仅仅是想挽留他而已。就这样呢，霍天任被当庭释放。可当天晚上，大切就被人从医院接走。紧接着，霍天任就来到一个房间。令人惊讶的是，卓 Sir 居然也在这里，并且通过他们的对话，不难推测出劫走大切的就是卓 Sir。其实霍天任早在1个月前就安排大切的儿子做了肾脏移植手术，现在
大切的肾脏已经坏死，霍田任便决定将自己的肾脏移植给大切。拉菲哥赶紧将消息传递给李 Sir， 李 Sir 断定卓 Sir 有重大嫌疑，是时候恢复拉菲哥的身份了。于是呢，他立刻带着资料赶往监狱。结果刚到停车场，就被一群刀手当场砍死，并拿走了拉菲哥的资料。李 Sir 的死状将卡门吓得花容失色，他赶紧将这个消息告诉拉菲哥。这岂不是说，如果不能将资料找回来，拉菲哥就要坐一辈子的牢了？然而就在这时，霍田任突然找到拉菲，并告诉他自己也是李 Sir 派来调查大切顶罪真相的卧底。为了打消拉菲的疑虑，霍田任还解释说，自从大切被确诊为精神病后，就发现他神情恍恍惚惚，这极有可能是服用了过量的药物导致的。于是呢，自己便过去安抚他一下，没想到大切竟直接挖出了自己的肾脏。关于这个说法呢，结合霍田任自愿将肾脏捐给大切来看，极有可能是真的。之后呢，霍田任又劝说拉菲，只有先从监狱出来，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1星期后的消防演习就是最佳的越狱时机。可以看出，霍田任十分看重拉菲，并且提前给他做好了安排。但是拉菲提出演习当天他要和一个叫耶波的人锁在一起。霍田任闻言点了点桌面，原来他已经准备好了手铐的钥匙。但拉菲不知道的是，这个叫耶波的狱友也是霍田任为他安排的。时间很快来到演习当天，霍田任黑进监狱的系统，将演习的广播改成监狱的黑幕。香港警方的公开数据显示，去年犯人们所做的劳工已经为监狱带来了3亿港币的收益。可犯人们的工资却还是只有500元每个月，只有最低工资的1/10。没想到犯人们听后立刻引发了暴动，拉菲趁机逃跑，谁知霍田任给的钥匙竟无法打开手铐。没有办法，他只能带着耶波用消防车的升降梯逃走。不过两人刚出狱，就有狱警追来。就在这时呢，一辆面包车突然横在路中央，用 AK-47将狱警压制住，两人就这样被救走。等见到了霍田任，拉菲才知道这个女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金三角巨头沙普丘。原来霍田任才是贩毒交易的幕后主使，拉菲自然不可能和毒贩合作。没想到霍田任不仅不生气，反而语重心长地和他讲起了金三角的历史。金三角的人们原来并不会种植罂粟，是英国的侵略者教会了他们。这颗毒瘤的根源并不是金三角，而是英国的殖民主义者。况且和那些坐在写字楼里操纵股市楼市的，从广大市民身上无情榨取剩余价值的资本家相比，金三角这些靠自己双手劳动获取报酬的方式反而更值得尊重。虽然拉菲并不认同霍田任所说，但他一时间竟无法反驳。见拉菲仍执迷不悟，沙普丘便提出让拉菲看一下和自己交易的都是些什么人。结果令拉菲大跌眼镜，这人居然是卓 Sir， 香港未来的警务处长居然在做毒品生意，这是何等的骇人听闻！可交易刚刚开始就发生了意外，拉菲顺手救出来了耶波，突然持枪出现，想要制止交易。拉菲这才知道，原来他就是沙普丘的生父。沙普丘一直想要将金三角建立成一个国家，为此呢需要大量的钱，耶波便拼命敛财，直到被捕入狱。可如今几十年过去了，金三角依然是金三角。因此呢，耶波想要阻止沙普丘再碰毒品，可沙普丘并不认同父亲的行为，两人呢越说越激动，耶波一怒之下开了枪。还好打偏了，但是沙普丘的手下连同卓 Sir 在内纷纷朝耶波射击，他当场毙命。拉菲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毒品，于是对着霍田任就是一通指责。刚经历丧父之痛的沙普丘忍无可忍，终于道出了事实的真相。他们和卓 Sir 合作，从香港警方那里得到毒品，然后再联系买家，等到交易时呢，再由卓 Sir 将买家逮捕，之后呢，卓 Sir 再将毒品提供给他们，如此循环往复。不仅能除掉那些毒害社会的毒贩，还能遏制毒品流向市场。之后呢，霍田任又告诉拉菲，他当然知道这是违法行为，但法律不过是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持统治的稳定而制造出来的东西罢了。这其中呢，有80%的条款都是在保护他们自己，而他又为什么要遵守别人制定出来又不公平的条款呢？自己在不犯罪的前提下，用自己的方法去伸张正义，难道不对吗？再者说，纵观世界历史，哪一次革命不是从违法开始的？霍田任的言论之高深，论据之充足，让拉菲在此哑口无言。可他却再次拒绝了合作，因为拉菲知道他是警察，只要是违法行为就必须制止。霍田任听闻便不再多言，他将拉菲的卧底资料交还回去，之后呢便放他离开了。谁知拉菲离开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找到卡门，劝他帮自己调查真相。虽然卡门因为李 Sir 的死被吓得不轻，可最终他还是被拉菲说服。他们并不能因为自己是普通警员而对邪恶视而不见。两人很快便看到警方抓捕毒贩的新闻，如果沙普丘所言不假，那他们马上就要行动了。于是两人紧跟卓 Sir， 结果果然拍到了他们交易毒品的证据。随后拉菲让卡门将这些证据和证明自己身份的材料交到律政司，没想到卡门转手就交给了霍田任，原来他也是霍田任的人。拉菲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没想到卡门竟反过来劝拉菲和霍田任合作。拉菲这才意识到霍田任的可怕，没想到两人说
说话间，门缝中突然涌进来滚滚浓烟。拉菲突然意识到霍天刃要杀人灭口，于是赶紧拉着卡门逃走。谁知大切竟突然冲了出来，拉菲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身受重伤。关键时刻呢，还是卡门及时出手，他推着拉菲向外冲去，谁知灭火器突然爆炸，卡门奋力一推，拉菲侥幸逃得一命，可卡门和大切却命丧当场。事后呢，教授找上卓 Sir， 原来这一切呢都是卓 Sir 策划的。他不久后便要升任警务处长，在这个期间呢，绝不能出意外，因此便以大切的儿子相要挟，让大切除掉拉菲。霍天刃听后陷入沉默，他们只是想要建立一个美好的世界，为什么要平添杀戮？卓 Sir 已经在权力的漩涡中迷失了，但由于他身处重要的位置，霍天刃也只能妥协。于是他播放了拉菲拍摄的录像，并警告卓 Sir， 只要他以后不做出和自己理念相悖的事儿，这段录像就不会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反之卓 Sir 就会万劫不复。很快呢，卓 Sir 就接任警务处长一职。可就在他升职的仪式上，拉菲突然持枪将之劫持，并要求霍天刃现身。霍天刃缓缓从人群中走出，没想到到了这个时候，他仍然没有放弃劝拉菲入伙，甚至愿意以卓 Sir 的性命作为合作的交换条件。拉菲听到这里更不可能同意。此时呢，霍天刃突然拿出一枚硬币。这里的剧情承接了电视剧《潜行狙击》。在电视剧的结尾，拉菲抓住了由黄宗泽饰演的黑帮老大伯寇，他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开枪，于是便用抛硬币的决定。而那枚硬币正是霍天刃手上的这枚。其实当时拉菲并没有动手，在他离开之后呢，霍天刃便派大切杀死了伯寇，原因是伯寇做了和自己理念相悖的事儿。至于更深层的原因，这里我们就不展开论述了，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原剧。之后霍天刃趁拉菲不注意，打掉了他的手枪，然后就在两人缠斗之际，突然一声枪响传来，霍天刃应声而倒，开枪的人正是可可。原来刚刚的话都被可可听得一清二楚，她正是伯寇的未婚妻。霍天刃原来就是他的仇人。拉菲赶紧去抢可可的枪，没想到恰好被进来的警方看到，拉菲被当场击毙。影片最后呢，是一段模糊的镜头，拉菲在偏远的村落牵着一个小女孩的手，慢慢走向远方。影片到这里也落下了帷幕。拉菲哥之前罪犯上映于2011年，作为电视剧《潜行狙击》的结尾，电影中有很多剧情都承接了电视剧，不过结尾的镜头倒是很有意思。有人说拉菲并没有死，也有人说这是拉菲临死前脑海中浮现的景象。至于到底是哪一种，电影中并没有给出答案，或许只有在出续集我们才能知晓。但这部影片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吴镇宇所饰演的霍天刃。不知道屏幕前的小伙伴发现没有，霍天刃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对他自己没有好处，从救治大切的儿子，再到把自己的肾捐给大切，从联合沙普丘、卓 Sir 抓捕毒枭，到无限制的包容拉菲。如果硬要说他有私心的话，那就是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推行自己的理念。可以说这种人物在当下的社会几乎是不存在的，甚至连吴镇宇本人都说这个人物简直就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化身。可就是这样一个有理想有抱负，为了广大市民能享受到公平公正待遇的人，愿意献出一切的人，到最后居然死在了枪下。也许这也是导演向我们警示什么。